欢迎看着维多利亚生活。嘿嘿，这边我登下到喽。今天呢又来看电影啦。今天要来看的是《奥德赛》。这是一部由荷马史诗改编出来的电影。可能蛮多人不太了解《奥德赛》讲什么，我其实也没有到很了解。我知道是一个叫做奥德修斯的希腊城邦国王，为了要回家，在海上漂流了10年，然后经历了各种苦难最后呢终于回到家乡。不过中间的过程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奥德赛的前半部大家一定知道，叫《伊利亚德》。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哦。我讲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应该就知道，叫《木马屠城记》。对奥德修斯来说呢，《木马屠城记》就是他这一部故事的前半段，然后《奥德赛》就是后半段。那在《木马屠城记》里面大家可能有一些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人物，像是阿基里斯，然后阿卡麦农这一些。那奥德赛当时就是响应希腊联军一起来参战。他在特洛伊战争中的表现，我印象中是能文能武啦。木马的这个 idea 好像有人在想出来，如果没有他，希腊联军可能还会在特洛伊卡蛮久。其实奥德赛之前广告打得很大，但是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来看。虽然我非常喜欢诺兰导演的一个作品，像是全面启动蝙蝠侠3部曲星际效应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那不过呢，近期的一些作品感觉让人家有点不是惊喜就是惊吓。像奥本海默就非常棒，还帮助他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吧。天能我真的是我真的受不了。我到现在都还看不懂时间前行公式到底是什么鬼。有没有懂的朋友如果懂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说好不好？对，我现在呢准备要进戏院了，等一下怎么样再跟大家讲。还没开始前跟大家偷讲一下，刚刚有一位陌生的朋友说我很漂亮，然后呢还加我的 IG， 对，称赞我，蛮开心的，谢谢这位陌生的朋友。差不多我要准备关机了。首先呢，我必须说奥德修斯呢会在海外流浪10年回不了家，那个很大一部分是他自找的每次去惹神干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白目啦。这个我没办法替他讲话。不过里面的很多怪物像是独眼巨人食人的巨人族会唱歌引诱船只去触礁的女妖6头蛇斯库拉，这些都有演出来。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深刻，就是吃了会让人家记忆遗忘的莲花。这个我小时候读希腊神话的时候我印象蛮深的，但是我一直不记得是哪个故事。今天看完电影呢，算是把我的记忆唤醒了。然后再来的话，关于奥德修斯他的老婆，在他外出没有回家这20年间，怎么样面对他的追求者们？奥德修斯回来之后，怎么对付那些追求者们？其实也都有很详细的演出来。那关于诺兰的电影我觉得他一直有一个比较弱的点，就是他对于那个人的那个心路历程的转折刻画是比较弱一点的。你有时候会看到他的电影里面的主要角色忽然间顿悟，像在看大爱电视台这样子。可是这个跟我们平常人的心路历程然后会经历过什么重大转折然后才会改变想法这个是不符合的。在奥本海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得到蛮大的改善所以呢，他才得到最佳导演。不然我觉得他应该会跟里奥纳多被做成游戏吧。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奥德赛有维持住，没有再回到以前那种忽然间顿悟的状况。奥德修斯他在故事里面的形象就是能文能武。那在电影里面呢，的确是有把它演出来，尤其是在他最后回到王宫的那一段的刻画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大家一定要去看。在整个故事中诺兰也有稍微穿插一些荷马史诗的前半段，也就是《木马屠城记》的片段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合理啦。毕竟《木马屠城记》跟《奥德赛》算是上下2集嘛，你稍微带一下上集剧情，大家不会只看下集，然后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过我觉得诺兰在带入《木马屠城记》的片段故事的时候，他有带入一个伏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木马屠城记》故事最后的时候，也就是特洛伊被屠城的时候，有一位特洛伊的王子，他其实有逃出来。他逃出去之后呢，经历过很长时间的流浪，最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一个城邦。那这个城邦最后把希腊征服了，这个城邦叫做罗马。那奥德修斯，我觉得他在最后的一段独白的台词我觉得其实有隐喻这一段特洛伊的最后生还者，然后最后建立了罗马，那罗马又反过来征服希腊。我是这么觉得啦，我不知道诺兰是不是要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
最后对于选角部分，我是真的想要吐槽一下啦。其实就如新闻跟很多人讲的，大部分的选角其实我觉得都还 OK，但是唯独我觉得海伦跟她姐姐的选角，我是觉得不 OK。并不是说演员不漂亮，而是说形象就不符合海伦给大家的既定的印象。看了真的会出戏的。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瑕不掩瑜，还是蛮值得进戏院看的。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下次见喽，拜拜。